很多人都不知道，将一块松板肉放进蒸锅里面蒸一蒸，出锅后瞬间变成一道硬菜。这个做法比较独特，相信除了两广地区以外，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今天阿鹏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两广地区最为普通又特别好吃的家常菜。这样做的松板肉鲜香嫩滑，其带有一点咸菜的香味，吃起来特别的下饭。另外，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蒸菜，不需要你任何的烹饪功底。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今天我在超市里面看到2块非常新鲜的松板肉，然后就直接的将它全款拿下了。松板肉这个部位我们也叫做猪颈肉，平常我们在酒店里面吃的那个炭烤松板肉就是这个猪颈肉做的。买回来后，我们将它简单的清洗一下，把它清洗干净。这个部位的肉质特别的好吃，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脂肪，可以看得到里面就好像雪花牛排一样的纹路，吃到嘴里特别的嫩。我们将松板肉清洗干净以后，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再用刀把上面多余的油边修切一下，然后再根据它的纹路对半切成2块。我们再根据它的横截面纹路来看一下，可以看得到它的肌肉纤维是一条条的，非常的明显。所以在切片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把它逆纹切，这样可以把它的肌肉纤维切断，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嫩。而且逆纹切，那么切出来的松板肉它的雪花更加的好看。我们将它改刀切成大概硬币厚薄的薄片。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如果没有买到松板肉的话，那么用其他的部位也是可以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切出来的薄片，它的雪花看着就非常的漂亮。将它全部切好后，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小料，准备1小块生姜，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最后再将它切成姜丝。姜丝切好了之后，给它装进小碗中。再准备1小把小葱，清洗干净以后，把它的葱白改刀切成小段。切好之后和姜丝放在一起备用。再把剩下来的葱叶改刀切成小葱花。把葱花切好后，给它单独盛放出来备用。下面我们先把松板肉进行腌制处理，把切好的姜葱放进来，再来上半勺生抽酱油，还有适量的蚝油。盐的分量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不用太多，大概是7、8成味道就可以了。再来上少许的白糖，还有一点点的鸡精，最后来上半勺料酒，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然后下手给它搅拌一下，把它搅拌均匀，给它搅拌1分钟，让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化开。将它不停的用手搅拌，让里面的每一片猪肉都可以均匀的吸收味道。如果颜色不够，可以再来上一点点的老抽，增加颜色。有些朋友不喜欢放老抽的，可以不放，这个是没有关系的。继续的用手搅拌一下，将里面的老抽搅拌均匀。这时候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玉米淀粉，然后再继续的给它搅拌均匀，让里面的每一片猪肉都可以均匀的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淀粉的作用可以锁住肉汁，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滑嫩。但是淀粉的量不可以太多，否则就会变成一坨坨了。我们只需要一点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最后再往里面添加少量的花生油增香，然后再用手将它简单的搅拌几下，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到这里猪肉的腌制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盘子，将腌制好的猪肉放进盘中，然后再用手将猪肉平铺开，这样的话可以在后续的蒸制中让每一片猪肉都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
这时候再拿出一包榨菜，将它倒进盘中。因为榨菜它有一定的盐度，所以猪肉在腌制的时候，盐的分量一定要控制好。猪肉在腌制时只需要放7到8成味道就可以了。我们用筷子将榨菜均匀的铺开，铺在上面。全部弄好后，把它放进蒸锅里面。我们先把水大火烧开，等到水开上气以后，扣上盖子，然后用大火给它蒸8分钟。具体时间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把握一下，大概是8分钟左右，基本可以了。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8分钟过去了，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哇，真的是太香了，一股香味扑面而来，闻起来特别的好吃。蒸熟后把它取出来，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小葱花，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就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特别下饭的家常菜——榨菜蒸猪肉就已经做好了。这样做的松板肉吃起来一点都不柴也不老，咸香嫩滑，且带有一点榨菜的香味，吃着真的是超级的下饭。我家里只要每次做上这么一道菜，锅里的米饭都绝对不够吃。这道菜也是两广地区中比较经典又传统的做法。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也是最爱吃这一道菜，因为吃起来很香，而且还特别的下饭。如果没有买到松板肉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猪肉部位来代替，都是可以的。如果屏幕前的你们也喜欢这道菜的话，不妨可以收藏起来，改天也试做一下，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关注我，关注天天相见厨房，我是阿鹏。你看你多舒服，但是我的裤子、我的衣服全都是你的毛。来宝，你乖不乖？乖呀。你不要老是这么调皮，知道没有？你今天把我那个花盆打碎了。你看你这么调皮，以后不可以这样子，知道没有？以后要乖点啊，不然打屁屁啊，知道没有？这才对嘛，乖一点啊，不然把我所有的花盆打碎了，我就真的打你屁屁啊！好了，朋友们，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